证明只要大女鬼放产假，你直接参加了一档全球直播的人鬼相亲节目，在别的嘉宾在选择心动女鬼瑟瑟发抖之时，你却直接对12位女鬼集体爆灯，只因你这个小道是天生阳气爆炸，如果7天内不与至阴之女结合，将会因为阳气过剩爆体而亡。好在你生在一个诡异降临的世界，人类为了不被诡异灭绝，竟开发了出了一个人鬼相亲节目，而参加节目的女嘉宾都是各大诡异副本的 BOSS。只要参与者成功取到女鬼嘉宾，就可以攻略其所在副本，让本国人民免受其害，甚至还能开启诡异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输送通道。各国也因此设立相亲研究所，斥巨资培养优秀相亲人才。奈何几百场相亲节目下来，成功率为0，参与者死亡率更是达到了99%。而你作为本期代表龙国的男嘉宾，却毫不害怕，反而第一时间找到指导员。大哥，这诡异相亲里的女鬼漂亮吗？指导员一愣，觉得你被吓傻了。不过想到你马上要为国捐躯了，他也不好指责什么。漂亮，比我见到的所有明星都好看。如果他们不是女鬼的话。话音刚落，苏小艺就被一股力量传送到了一个巨大舞台上，身旁还有8名来自其他国家的男嘉宾。男嘉宾已经到齐，接下来有请我们女嘉宾出场。随着声音落下，12位身穿各异的女子也出现在舞台上，她们风格迥异，高矮不一，但无一例外都是绝世美女。然而此刻全球观看直播的观众看到台上的美女们，却吓得瑟瑟发抖。完了，这次12名相亲女鬼中，竟然有3个是 S 级副本的，还有4个 A 级副本的，其他最低也是 B 级 BOSS， 这他妈怎么相亲？不仅观众，连台上的男嘉宾此刻也是一阵头皮发麻，因为此次相亲的难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恐怖。但东倭国的嘉宾此时却一脸不屑：几个 S 级的女鬼就把你们吓成这样？这可是 S 级的女鬼，你难道能攻略她们？不行吗？樱花园的奈白学子，我们东倭已经模拟了不下5000次，成功率已经达到65%。才5000次而已，我们鹰将国已经模拟了13000次，成功率接近80%。这次势必要拿下奥尔城堡的奥利安娜。完了，其他国家这次居然准备得如此充分吗？那我们龙国这次可就危险了。而此刻龙国指挥所里，指挥官袁青山看着直播上的内容也深感无奈。龙国针对这种国家大事肯定也准备了很多次模拟，其中往生酒馆的女掌柜更是模拟了3万多次。但由于苏小艺是这次突然被世界意志选中的龙国人，导致攻略手册还没送到他手里，他就被传送到了舞台上。此刻舞台上的苏小艺也对直播间里的消息毫不知情。这些女鬼太顶了，仅这一会儿我就已经心动12次了。诡异相亲正式开始，你们有1分钟时间去观察对方，并选出你们心动的女嘉宾。其他男嘉宾此刻已经纷纷选择了自己的心动女鬼，唯独苏小艺却看着12个美艳女鬼犹豫不决，看着这个也喜欢，那个也可爱。而外界观看直播间的龙国观众此刻却无比着急。他还在犹豫什么？时间马上快过了，要是他在规定时间内没做出选择，会被所有女鬼都考验一次的，他不会不知道吧？算了，都想要，那就不选了。此刻选择时间已经归零，龙国的观众们也绝望了。完了，他好像真不知道，只希望他这次能先碰到好一点的女鬼，能给他个痛快吧。要是碰到奥利安娜这种喜欢折磨人的女鬼，那将是生不如死。你们龙国这次完了，等我们鹰将国这次攻略成功，成为 S 级副本攻略国，到时候将彻底碾压你们。心动嘉宾选择已经结束，接下来公布男嘉宾的心动女生：鹰将国麦克，心动女生3号女嘉宾奥利安娜。大韩国朴一修，朴不动选择7号女嘉宾赵小倩，东倭国全养四郎选择5号女嘉宾奈白学子。空间主持人每提到一个女鬼的名字后，女鬼们都会向选他们的嘉宾看过去，只是他们绝美的脸庞上都带着一股瘆人的笑意。最后，龙国选手苏小艺无选择。此话一出，所有男嘉宾都惊讶地看向苏小艺，连对面的12个女鬼也惊讶地看向了苏小艺。龙国选手，你是准备弃权了吗？根据诡异相亲规则，如果你弃权的话，需要接受任意女嘉宾的考验后，才能走出诡异相亲会。不，我不是不选，是不知道该选哪个，所以我想全都要。你说你想全选，你确定吗？一向毫无感情波动的空间主持人声音中居然有了一丝人的语气。对，我想全选，可以吗？尼玛，我是幻听了吗？他说全选，你没幻听，他说的全选，也就是说他对所有女鬼都心动了。龙国，你们的相亲者都这么狂妄吗？找死也不是这么玩的。各位女嘉宾，你们是否同意龙国嘉宾的选择？女鬼们此刻也回过神来，他们看向苏小艺的眼神中也有了一抹兴趣。以往人类们看到他们都会感到恐惧和害怕，唯独这个人类居然敢公然说对他们全部心动。哼，有意思。花心的诡异我遇到过不少，但是敢对我们同时花心的人类，倒是第一次见到。全部都心动，小哥哥，到时候你打算娶谁呢？你的花心惊到我了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开花可别死那么快了，姐姐可要好好玩玩。此刻所有女鬼都对苏小艺产生了兴趣，也都同意了苏小艺的选择。选择完毕，龙国选手苏小艺的心动女生全部。接下来来到询问环节，女嘉宾可以询问对自己心动的男生。为了公平、公正和公开，请回答者务必真实。一旦女嘉宾猜疑，可提出相应考验，而男嘉宾必须接受。询问结束后，可选择观望继续相亲或直接 pass。请想要询问的女嘉宾按下屏幕前的按钮，以及对应的男嘉宾询问。空间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那些女鬼们也都开始做出了选择。这时，网友们忽然发现，
这12个相亲女鬼中，竟有一半以上都将目光看向了苏小艺的位置。好了，选择完毕，请1号女嘉宾冷如月询问相亲对象。本次询问对象龙国苏小艺。而此刻，你将面对 S 级诡异副本 BOSS 冷如月的询问环节。虽然这个环节不会死人，可一旦你的回答让对方不满意，那你就要接受女鬼嘉宾的考验，而这个考验将意味着死亡。小女冷如月，敢问公子姓名？冷如月声音可真温柔啊，很难想象她居然是 S 级副本的女鬼。可不是温柔吗？听说她杀人的时候都是酒精加点佛，边杀边消毒，等把你折磨死了还会给你道歉，够温柔吧？本少爷姓苏名小义，字夫君，冷姑娘叫我夫君就好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大脑瞬间宕机。龙国指挥官袁青山更是气得两眼一黑。根据我们模拟3万多次的数据，这个问题只需要如实回答就行。这小子居然公然调戏冷如月，这下完了。所长，第一个问题虽然回答错了，但是只要苏小艺后面能正常回答一些正经一点的情话，也有60%左右机会能成功。资料显示，冷如月见过了太多花心的诡异或者人类，她的心理目标应该是想找个老实人。然而下一秒就看见苏小艺一脸不耐烦的样子。好了，冷姑娘，本少爷不喜欢墨迹，咱们开个价吧。尼玛，这家伙脑子进水了吗？这他妈是相亲，你当冷如月是卖身的，居然要让冷如月开价！这家伙要是不死，我特么倒立洗头好吧。果然，正如他们想的那样，冷如月听到回答后，脸上温柔的笑容慢慢冷了下来，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。你说什么？看出来了，原来 S 级女鬼的实力大概是半步大胸的境界。以我的道法境界，只要不是鬼仙就不怕。但我是来相亲的，可不是来驱鬼的。算了，那就不逗他了。冷姑娘，咱们这不是相亲吗？是又如何？既然是相亲，那咱们已经见了，我也看上你了。既然要娶你的话，36聘总要有的吧？可我不知道你们家要多少啊？你不开个价给我，我若准备少了，岂不薄待了姑娘？他说的开个价是这个意思。像冷姑娘这样的奇女子，我实在想不出应该拿出什么聘礼才不算亏待。冷姑娘，不知您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？趁着冷如月还没缓过神来，只见苏小艺手指一抹眼睛，阴内门，鬼童之祸。这是道门阴内门的神通之一，能迷惑诡异。但若是冷如月不上套，继续带着杀意，那苏小艺将用这门神通捉鬼。冷如月怎么停下了？他不会真被苏小艺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吧？相亲舞台上仿佛时间定格一般，冷如月也只是掐着苏小艺的脖子，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他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不然为什么看着他的眼睛我竟会不忍下手？这种莫名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大概是拖的时间太久了，诡异相亲空间里的主持人发出了声音，将这有些尴尬的气氛打破。请问女嘉宾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没有了。冷姑娘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到底需要多少聘礼啊？趁着鬼童之祸的效果还有残留，苏小艺打算乘胜追击，进一步挖掘冷如月的内心需求欲望。谁说要嫁你了？他的声音中竟然有股撒娇的意味，一时间直播间弹幕沸腾了。这就放过他了。冷如月最后的那句话是在撒娇吗？他不会真看上这个苏小艺了吧？哈哈哈，咱们的研究方向是对的，只要对冷如月说好话，他就不会动手，而且是会在他心里留下好印象的。看来鬼童之祸确实可以直接让女鬼短暂沦陷，但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。我要找的是对我死心塌地的鬼媳妇，而且一个鬼媳妇也无法承受我的至阳之体，得多找几个才行。主持人，冷姑娘可能还需要考虑，咱们继续吧，我看看有没有对我一见钟情的。听到这话，空间主持人一时间宕机，足足10几秒才缓过来。尼玛，这苏小艺的脑子进水了吗？这好不容易留下的好印象，你特么说这个？完了啊！这一句话一出，之前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啊！不行，我要杀了这臭小子！就在刚才，当冷如月撒娇一般的话语说出之后，所有人都觉得今天苏小艺真的有很大概率能把这个女鬼娶回来的。而冷如月所在的副本那可是 S 级的，龙国如果成为了 S 级副本攻略国，那所能得到的资源将是所有国家都无法想象的。但此刻所有美好愿景瞬间被打破了。女嘉宾提问结束，接下来请女嘉宾先做出选择。选择1，直面考验，以考验的方式来选择是否与男嘉宾牵手。选择2，爆灯，无需观察直接与男嘉宾牵手成亲。选择3，留灯观察，在观察期间可提问考验或者爆灯。听着主持人的话，冷如月也思索了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我为何会心跳得这么厉害？刚才那种小女孩做派绝不是自己的风格，甚至她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居然感到生气。我已经几百年没有这般人类的情绪了，为什么会生气？这小道是不对劲。主持人，我选择留灯，进一步了解。这不直接考验，换成以前早就开启考验，直接把龙国这个麻瓜给弄死了。此刻台下大韩国的朴不动看到冷如月居然为苏小艺留灯，顿时心生妙计。他发现冷如月竟然喜欢听这些土味情话，所以他打算待会儿更改心动女生为冷如月。毕竟大韩国恋爱剧兴盛，他们的土味情话可比苏小艺说的高级多了。好了，相亲继续，下面是3号女嘉宾奥利安娜的询问，询问对象是鹰将国的麦克。由于其他国家的男嘉宾都有充分的模拟准备，所以他们都安稳地通过了第1轮的询问。节目也来到了第2轮男嘉宾的询问环节。现在请大韩国朴不动选手询问女嘉宾赵小倩女士。等等，主持人，我这次想要询问的是冷如月女士。什么情况？我记得大韩的选手选的不是7号选手赵小倩吗？怎么要询问冷如月了？是这样的，这
这次我们大韩国2个人都选择了7号女嘉宾，我不想争了，我感觉还是冷如月更符合我的心动女生，所以我可以询问冷如月女士吗？见他说的有理有据，空间主持人也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谢谢主持人。那么请问1号女嘉宾，您对我的印象如何？为了证明只要胆子大女鬼放产假，你直接参加了一档全球直播的人鬼相亲节目。然而，就在你刚得到一个女鬼嘉宾的青睐时，大韩国的一个小娘炮却突然跳出来想截胡。1号女嘉宾，请问您对我的印象如何？冷如月目光朝着朴不动看了过来。朴不动属于大韩国很具代表性的娘炮男，在现实世界倒是会吸引很多小女孩喜欢，但可惜对女鬼来说实力才是第一位，对这种小娘炮自然是毫无感觉。可作为酒馆老板娘，她还是说了些场面话。公子风流倜傥，自然会引得不少女子喜欢的。既然冷小姐觉得我风流倜傥，为何却不曾询问我姓名？不知公子姓名？本公子姓朴，名不动，别人都叫我欧巴。欧巴，我明白了，这家伙是来截胡的，他这完全是模仿苏小艺刚才说的话，真特么不要脸。什么叫不要脸？怎么？他龙国苏小艺说的，我们大韩的朴不动选手说不得，冷如月又没有跟苏小艺牵手成功，理论上我们还在竞争，各凭本事，说不定冷如月生前就是我们大韩国的人。冷如月这个名字一听就是龙国名字，什么你们都要偷，真恶心。呸，啥也不是。欧巴是什么？朴不动没想到冷如月根本不知道欧巴的意思，毕竟冷如月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岁月了。大韩的选手太逗了，还想学苏小艺调戏别人博取好感，那和人家冷如月压根没懂。欧巴在我们大韩就是哥哥的意思，同时也是女孩子对自己爱人的称呼。哥哥，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叫你哥哥？怎么不对？刚刚苏小艺让他叫夫君都没生气，为啥现在直接动了杀心？冷小姐，抱歉，我第一次见你便惊为天人，只是太过于心急了，想要和冷小姐结为连理，这才冲撞了小姐，还望恕罪。哼，看着冷如月不跟自己计较，朴不动也松了口气，毕竟诡异相亲稍有失误那就是死亡。冷小姐，不知娶您需要什么条件？公子风流倜傥，想来家人众多，为何想要娶我？而且你一开始不是选了7号的妹妹了吗？听到冷如月的回答，朴不动内心大喜，因为这代表他又把对话拉回了之前苏小艺的时候，后续只要对话按照剧本来，他不犯错就行了。那些庸脂俗粉怎能与你相比？冷姑娘在我心中如星辰皓月一般明亮，那些庸脂俗粉在我心里不过土鸡瓦狗罢了。听着这和之前苏小艺几乎一样的话语，冷如月不禁朝他看了过来。嘿，这下稳了，绝对能拿下冷如月。所以我只不过是土鸡瓦狗是吧？此时7号女嘉宾赵小倩突然开口，出现在了朴不动身前。不是这个意思，赵小倩小姐也很好看，就是，这怎么和之前的剧本不一样啊？如果说她比冷如月还好看，那岂不是同时把冷如月也得罪了？怎么办？大韩国的选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，竟然为了巴结一个女鬼而去贬低另外一个女鬼，真是找死。苏小艺刚才虽然说了看不上别的庸脂俗粉，可她是第一个上台的，可没说是指台上的女鬼是庸脂俗粉。而这朴不动之前是选的7号女鬼，中途改选冷如月的，他这么说不是找死是什么？呵呵，土鸡瓦狗，这家伙真是用词都用不好，哪有人这么形容的？不过这赵小倩也挺好看的，不行，不能让别人抢了先，得在她心里留下印象才行，待会儿才好操作。所以呢，我们2个到底谁是土鸡瓦狗呢？没人是土鸡瓦狗，没。就在朴不动陷入两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一只带拍大脚突然踹到了地上，紧接着苏小艺骑在朴不动身上，对着他一顿输出。敢说我媳妇是土鸡瓦狗，老子打死你！让你土鸡瓦狗，让你说我媳妇，让你调戏她。我操，龙国选手怎么跟大韩的选手打起来了？龙国选手欺人太甚，这是在相亲，凭什么打我们的选手？不怕我大韩国跟你们龙国开战吗？台下的朴一修看着同伴被打，赶紧将苏小艺拉开。龙国选手，你特么在干什么？说谢谢。你说什么？不说算了，真没礼貌。早知道就不救你的同伴了。我操，我明白了，他这是在救大韩国的选手啊，他这是在转移那2个女鬼的仇恨呢。这样一来，那2个女鬼就不会对大韩的选手动手了啊。此时诡异空间里，被打的朴不动在朴一修的搀扶下下了台，而朴一修此刻也想明白了原因。别无能狂怒了，他是在救你。如果不是他打了你，你该怎么回答赵小倩和冷如月的问题？啊，他还真是救了自己啊！龙国选手，你为什么要打韩国选手？他说我媳妇是土鸡瓦狗，你说该不该打？你媳妇？哪个是你媳妇？他说的不会是赵小倩吧？不是，刚才他不是还说要娶冷如月的吗？怎么又变成了赵小倩是你媳妇了？而赵小倩也懵逼了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小艺。这家伙打人就是因为这个？媳妇别怕，以后要是再有人敢这么说你，老公给你出气。好，这么完事吧？他这么玩，不怕赵小倩起杀心？哼，这家伙有点意思。哦，那你觉得我应该用什么来形容呢？对啊，所以赵小倩妹妹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呢？对啊，不知道你该如何评价我们2个。坏了，
冷如月也掺和进来了，这问题难度不亚于媳妇和妈妈掉进水里选谁。快让数据 AI 推演回答。所长 ，AI 推演了3000多次，都失败了。无论怎么推演，结果都是会惹怒其中一方。这个很难说啊。难说？难道你也跟他一样，觉得我是土鸡瓦狗？谁说的？谁敢这么说你？看我不揍死他！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不是土鸡瓦狗，是什么呢？连生气都这么可爱，这不娶回家真可惜。我说的为难是不知道该用陈鱼还是该用落雁。陈鱼、落雁？那你说是陈鱼漂亮呢，还是落雁更美？我龙国有4大美人，具体名字就不说了，但是却有形容她们的专有名词，一名陈鱼，一名落雁，一名闭月，一名羞花。冷姑娘之姿可得闭月之名，怕是皓月见雨姑娘也失去光泽，羞愧隐去。赵小姐，不知您对我们龙国的4大美人可有了解？我倒是有些了解。那不知赵小姐喜欢哪个？倒是对陈鱼的西施颇为喜欢。此时的赵小倩已经完全被苏小艺带到了她的节奏里面。不，西施不行。不知苏小艺公子为何说西施不行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子了，也是自己心里最美的那个。而这个苏小艺竟然说不行。当然不行，赵小姐可知西施产的什么鱼？据说是鲤鱼。这小子到底在说些什么？为啥刚才要反驳赵小倩？刚建立起来的好感一下子又没了。所长，我好像猜到了苏小艺想干什么。小雅有什么见解？说说看。我也是女人，对于夸奖的话肯定喜欢，但是却不喜欢直接奉承的夸奖。如果一个男人直接夸我说你好漂亮，你好美，其实我并不会对这个男人有什么太好的印象。女人其实要的是情绪，侧面的夸奖更容易让女人得到情绪价值。此时的赵小倩已经反应过来苏小艺在转移话题，刚才夸冷如月貌美如闭月，到自己这里连西施都比不上，岂不是说她赵小倩还是土鸡瓦狗？这跟什么鱼有关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西施沉的鲤鱼，可你沉的是鲸鱼啊，这能一样？就在众人还在发愣的时候，只听赵小倩忽然扑哧一声掩口笑了出来。我操，这家伙是专门练习过撩妹吗？这段位也太高了吧！西施沉的不过是个小小的鲤鱼，可是苏小艺却说赵小倩沉的是鲸鱼，这岂不是说赵小倩比西施还美？我操，这苏小艺在哪学的这撩妹技巧？之前这问题 AI 推演了数千次都失败了，没想到苏小艺却能给出这么完美的回答。我要这垃圾 AI 有何用？来人，把这 AI 推演设备拿去扔了！哼，登徒子。好了，主持人，我没问题了。那行，我们继续。等等，主持人，他既然也选择了我，那我可以问个问题吧？突然说话的是9号相亲女鬼 B 级副本血月鬼校里的林一柔。可以，现在就是建立第一印象时间，仍旧可以询问。苏小艺是吗？我是林一柔。请问林小姐想问什么？苏小艺，沉鱼不过是形容词而已，和鱼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觉得这么低级且虚伪的哄骗，就能让我们对你心动吗？林小姐，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，我哪里哄骗了？呵呵，还不是哄骗？他们2人所处空间不同，自然未曾听过此类夸奖。可我不同，我所身处的空间与现实相差无异。你这种土味情话，我听得多了去了，不过是渣男骗骗懵懂无知的小姑娘罢了。不同空间，这12个女嘉宾衣着和时代特征差距都挺大的，难道她们所在的副本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事件？这诡异空间有点意思，或许等牵手成功，还真能到她们所在的副本去看看，看看这个不一样的世界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心虚了？冷如月姑娘和赵小倩姑娘确实可配得上闭月沉鱼，不信让台下的男嘉宾评评理。说着，苏小艺朝着台下的那些相亲者看去。你们说她们2个是不是非常漂亮？肯定啊，那必须漂亮啊！在场的每一个女嘉宾都很漂亮，好吧？这混蛋把我们拉进来干嘛？我们敢回答不漂亮吗？你看吧，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她们漂不漂亮不是我说了算的。你，林小姐，你不要仗着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胡说。正要发火的林一柔忽地愣住了，想要说的狠话也硬生生憋了回去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对苏小艺了。还有，你该跟我道歉的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其实是个道士。道士怎么了？我们道士一直遵循的便是顺应本心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全选吗？不知道。那是因为我遵循的本心，我的本心告诉我，我被你们12位的美貌俘虏了，而你却说顺应本心的我是个渣男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道士。苏小艺最后一句话铿锵有力，把在场的所有人乃至对面的12位女鬼都唬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一番话不仅把所有女鬼都夸了一遍，还把自己彰显成了正人君子。而这些女鬼们哪里听过这些话？饶是林一柔这种偏现代化的女鬼，也不由被她震惊到了。好了，请问还有想问的吗？众人沉默，那些女鬼们也没有再去为难苏小艺。那么现在开始，女嘉宾们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首先是第一位非礼国的选手，继续了解请亮灯，放弃请灭灯。随着主持人的声音落下，那些女鬼们开始不断的选择了起来。非礼国选手留灯一盏。最后，魅魔女王给非礼国选手留了灯，非礼国选手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如果灯全灭，那他就会提前淘汰，从诡异通道回到现实世界。而诡异通道的死亡率高达90%，而如果撑到后面几轮和多位选手一起淘汰，那么在诡异通道中的存活几率也会大一些。接下来是龙国相亲者，请各位女嘉宾开始选择是否留灯。
你参加一个相亲节目，居然让所有女嘉宾为你留灯，但支持你的观众却感到无比忧愁，反而你的竞争对手却当场开香槟庆祝，只因这是一场人鬼相亲节目，女鬼嘉宾为你留灯，那就代表着你要接受这位女鬼的考验，而这个考验失败的概率是99%，失败就代表死亡。史上第一次全场爆灯，苏小艺，我看你怎么过这12次考验。这次你要是不死，我朴不动给你当狗都行。只要这苏小艺一死，龙国这次算是完了。看来我们的倭国又有机会入主那片古老大陆了。完了，如今这局面，除非是前面有一个女嘉宾爆灯，那她就可以直接和那个女鬼牵手成功，不用接受后面的考验。但我们10几年来从未成功过一次啊！龙国威仪，女嘉宾选择成功，龙国选手留灯12盏。那么接下来开始进行深入了解环节，你们有5分钟时间了解规则。只见苏小艺面前出现一个屏幕，一条条规则介绍出现在他的眼中。深入了解环节，顾名思义就是男女双方的深入考察，包括但不限于幻境考察、试婚同居等等方式，但不管哪种方式都会出现死亡的可能。这特么还能试婚同居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苏小艺竟有些期待了起来，尤其是他微微抬头，看到对面那个波涛汹涌的魅魔女王后。这特么要是试婚同居，不得起飞了！淡定，淡定，继续看看后面怎么说。幻境考察，男嘉宾将进入幻境，女嘉宾则可以通过幻境考察看到男嘉宾内心真实情况，从而是否选择牵手。请注意，期间男嘉宾可能会出现受伤、死亡的情况。试婚同居，如男女双方都爆灯，则可以进入试婚同居。相亲者2人同时进入幻境，开启同居日常生活。试婚场景是真实世界，请不要当作幻境对待。一旦开始，规定时间内无法结束，除非一方死亡。这试婚同居死亡率应该很高，毕竟日常生活中稍有不注意惹女鬼发怒，那就基本凉凉了。看来不管是幻境也好，还是试婚同居也好，都牵扯到死亡，难怪他们这么害怕考验。他本以为这个试婚同居是假的，也是发生在幻境里的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是把2人都拉进去住在一起，看似很刺激，实则确实很刺激，稍不留神人就刺激没了。不过他却丝毫不慌。时间到，那么接下来先请我们的男嘉宾出题，由男嘉宾先出相亲题目，不应该是女方先去了解男方吗？下面先由大韩的朴不动选手给出相亲考察，本次考察对象赵小倩。赵小倩居然给朴不动留了灯，这家伙都被自己打成这个逼样了，他还留灯，有古怪。而这朴不动居然敢抢第一去主动考察赵小倩，他莫不是以为赵小倩真的看上他了吧？朴不动先生，请提出您的考验。我选择询问考察。可以，请开始你的考验。赵小姐，不知道您对我印象如何？不怎么样。那赵小姐可否愿意继续与我深入了解呢？没兴趣。这特么还怎么考察？完全油盐不进啊！可是他明明给自己留灯了的，怎么会这么绝情？我看出来了，赵小倩似乎还挺记恨刚才他的那一句土鸡瓦狗之言，这会儿给他留灯也只是为了戏弄他罢了。那赵小姐为何还给我留灯？你猜。听着赵小倩的回答，再看到赵小倩脸上的笑容，朴不动这时候明白了，这赵小倩给他留灯纯粹是为了拉他进考验，好亲自折磨他。怎么被我这个土鸡瓦狗留灯，你不满意是吗？没，能被赵小姐留灯是我的荣幸。那就好，一会儿别腿软哦。完了，他哪里是看上自己，分明就是想亲手杀掉自己啊！此时，朴不动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，只见他猛地跪了下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朝着他求饶：“赵小姐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”朴不动的突然跪下，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，毕竟他代表的可不仅仅是个人，而是整个大韩国家。朴不动，你在干什么？义兄，我真不想死啊！这赵小倩明显就是想折磨我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求饶没用的，如果女鬼真这么仁慈的话，前面上百次的相亲也不会一个成功的都没了。看着那他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朴一修最终还是没有过分的苛责于他。没办法，如果能活，谁又想死呢？这考验真有这么可怕吗？赵小姐，能放过我吗？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好吧，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就不着重考察你了。真的，谢谢赵小姐，谢谢赵小姐。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。接下来，赵小倩选手是否选择反选考验？您现在为3人留灯，可选择直接考验朴不动选手，或者选择朴一修和苏小艺。我选择考验朴不动，幻境考验。可以，正在为您开通幻境。男子在相亲节目中被靓丽女嘉宾相中，但他不仅不开心，反而满脸惊恐。就在他想要逃下台时，却瞬间消失在舞台上。下一刻，男子就出现在了一座古庙前。正在男人不知所措之时，只见黑暗中出现一条条藤蔓，瞬间把他包裹起来。片刻后，藤蔓散开，只剩下一地尸骨。只因男子参加的是人鬼相亲节目，而这是女鬼嘉宾对男子进行的幻境考验。此刻舞台下所有男嘉宾看到幻境里的惨状，都噤若寒蝉，但你却突然开口要求插队进入幻境考验。主持人，我想问下，这个幻境考验我能直接进吗？这苏小艺没毛病吧？他难道没看到朴不动死的这么惨？此刻赵小倩也一脸惊讶地看着苏小艺，她对苏小艺是有点好感的，并不想苏小艺那么快死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所以我插个队应该没问题的吧？可以，允许进入。苏小艺顿时被传送进了幻境考验空间，出现在了古庙门口，而门口处朴不动被吸干血液的尸体还静静地躺在那里。这就是幻境空间吗？好真实啊！哎，你说你没事非要截胡我干啥？
没实力还非得逞能。苏小艺插队来考验，主要是想了解下赵小倩。这个地方虽然是幻境，但是背景确实是赵小倩待着的地方。他想来看看赵小倩在诡异世界到底是干啥的，万一不是自己的菜，也能早点放弃。这就是那杀了朴不动的树藤吗？他为什么不怕？这里虽然是幻境，但是鬼藤可是真实的。哼，罢了，自己找死也怨不得谁。然而下一刻，赵小倩便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屏幕里的内容。只见那些鬼藤来到苏小艺面前便停了下来，而苏小艺则在那给树藤修剪枝叶。树藤不但没有攻击他，反而像是在撒娇的样子。好了，等我把这边忙完之后再回来给你们弄，给我乖一点，不然我可把你们砍了。听到他的声音后，那些树藤像是听懂了一般，接着疯狂退去。看他们那样子，哪里像是会杀人的样子？分明就是跟苏小艺很熟，甚至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主人一样了。主持人，这幻境是不是坏了？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赵小倩放水的时候，赵小倩率先发声，问出了自己的疑惑。为什么赵小倩如此惊讶？我还以为是赵小倩在放水呢。卧槽，那岂不是说苏小艺真的收服了那鬼藤？这鬼藤对于别人是杀气，可对他来说完全就是跟养的宠物差不多。因为他从小修炼道门，因内门吸收阴气来压制体内爆表的阳气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苏小艺本人就是一个强大的诡异。此时苏小艺已经进入了古庙内部，只见几个美女向他飘然走来。姑娘们，来客人了。看着这些莺莺燕燕，苏小艺却微微皱眉。他没想到这古庙内部居然是个风月场所，想到赵小倩也出自这里，苏小艺顿时对赵小倩没了兴趣。这种风尘女鬼来当他媳妇，苏小艺只觉得恶心。不好意思，走错地方了。哟，客官来了，怎么能走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是道士，不近女色，告辞。想走，来到这里的男人就没有我们留不住的。只见女子说完，无数白色灵带朝着苏小艺身上缠去，瞬间就把苏小艺包成了一个粽子。竟然还有不喜欢我们的男人，我就不信有男人对我们不心动。这是我能看的吗？别想太多，这吸下去就是人干，比外面树藤吸的还惨。滚开！公子既来此地，为何却又拒我们姑娘于千里之外呢？莫不是姑娘们入不了公子法眼？那倒不是，我这次过来是来讨媳妇的，不是来逛窑子的。苏小艺一点没有留情面，说得很是直白。而那女子听到苏小艺说出窑子二字时，眼里闪过一丝冷寒。原来公子喜欢雅的，我们这里的姑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样样精通，不知公子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是来讨媳妇的，不是来逛窑子的。还有，赵小倩是你们这里的人吗？哦，你认识我妹妹小倩？没想到这赵小倩还有个这么漂亮的老鸨姐姐。不过此时苏小艺对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，甚至对赵小倩也没了兴趣。你妹妹不认识，以后也懒得认识了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不知公子为何对我妹妹有如此大的怨言啊？护体罡气，起！赵小飞此时只感觉手都像是被烫伤了一般，本来想要当场发火，可看到自己手上竟然旋绕着丝丝阳气，他猛然愣住。下意识的他将手指放入了口中，顿时一股甜蜜的阳气席卷了整个味蕾。女子眼睛逐渐明亮了起来，目光在看向苏小艺的时候，眼里透着贪婪和喜欢。公子既然不喜欢这种庸脂俗粉，可否来我闺房一叙？你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想独吞自己，你怕是没这个能力。当然还是有区别的，或许公子来了便能知晓一二。不必了，我对你们这种风尘女鬼没兴趣。等等公子，我知晓公子对这些女子有所芥蒂，但我仍是处子之身，若公子不嫌弃，小女赵小飞任许身公子，与公子厮守。这是我认识的那个姐姐吗？平时对男人根本看不上，甚至这次我来相亲，她都是反对的，现在居然要嫁给他，态度还这么卑微。这女人是处子之身，开什么玩笑？谁他妈相信一个老鸨会是个处子啊？我知道公子或许不信，但是我确实是，而且我的妹妹也是。只见赵小飞单手一挥，之前那些妩媚女子竟然变成了一条条蛇，看得苏小艺只觉裤裆里凉飕飕的。卧槽，居然是蛇！还好刚才没让她吸。这些蛇帮我们吸干了人类的阳气，然后再渡给我和我妹妹。那些肮脏的人类，我可不想碰一下，所以我们都是这么弄来的阳气来补给身体的。那我呢？我不肮脏？苏小艺看得出来，他似乎对人类真的很嫌弃，只不过因为自己是至阳体且修炼阴内门，所以对诡异有着天然的亲和力。如果公子不介意的话，可以与小女子云雨一番便知，以后这蓝月古庙也尽归公子来管。公子若是不喜欢有其他男人进来，我这便不再让下面的小蛇变换女子，只做一个小小客栈便是。赵小飞言语中带着卑微，很是希望苏小艺能留下来。他能感受到苏小艺身体中的磅礴阳气，他以后也不需要其他男人的阳气来维持身体了，甚至以后还有可能带着赵小倩一起脱离蓝月古庙，成为一个自由鬼。行吧，反正娶谁都是娶，那就先试试吧。如果你敢骗我的话，你知道后果。怎么会？公子可是小飞的心仪之人，万不敢骗您的。而且小飞还想与您长相厮守呢。这，
这像话吗？我操，这次女嘉宾还没相亲成功，先把她姐姐拿下了，我他妈人麻了。看着自己的姐姐和苏小艺居然要直接跨过她进入试婚环节，赵小倩当场就急了。主持人，我请求终止换境考察。赵小倩女士，你是要爆灯吗？换境考察还没结束，你规定的时间还没到，除非你爆灯同意牵手成亲。不考察了，我……赵小倩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是这要是再考察下去，他们俩孩子都要有了。那算了，不管了，只能这样了。 7号女嘉宾爆灯。